男人本打算求好友放了自己的未婚妻，可不料对方不仅告诉他女人已经被他送出了城，而且还心甘情愿地与叛军王爷结了婚。她现在可是成王妃，你得想清楚，你有几颗脑袋敢去王妃那儿落嘴啊？然而即便这样，古平原却依然不肯放弃，当即便谎称并不是自己想要找他，只是自己的恩师现在瘫痪在床，命不久矣，希望他这个做女儿的能去见他最后一面而已。好，我把她带回来，你保证她不再跑吗？还是你们要活活逼死她，落个心里舒服？和两边的人心事是不一样的。她已经过去了，你留恋也没有用。我求你，带我见他一次。虽然最终苏子轩答应将他带进叛军的城里，但是至于怎么才能见到他的未婚妻，那就要看他自己的本事了。可王爷门口的守卫十分的森严，他一个平头百姓根本就无法靠近，所以无奈的他也只好每天伪装在人群里等待机会。果然这天让他等到了王爷要带着王妃出门，于是他二话不说就直接从楼上跳了下来。因为古平原本以为未婚妻只要听到自己喊他，必定会出来见自己一面，可不料下一秒他就被人给打晕了过去。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已经被关进了大牢。可还没等他完全清醒，竟又发生了一件让他震惊不已的事情，那就是他的亲弟弟居然也被抓了进来。你们怎么进来的？我按你教的卖辫子去了。卖了几次？2次。原来不久前古平原教弟弟做生意，为了让他尽快的尝到甜头，便让他去卖假辫子给叛军，并叮嘱他这样的生意最多只能做一次。没想到弟弟见钱眼开，居然不听自己的指挥被抓了进来，气得他恨不得打死这个不争气的弟弟。却没想到这时官兵突然过来要提审他，可等他被摘下眼罩的一瞬间，眼前却出现了一个大大的喜字，而且未婚妻白一梅就站在旁边。原来李成早就认出了古平原，只是为了掩人耳目，这才故意将他给关进了大牢。现在他将古平原叫到这里，一是为了给白天的事情赔个礼，二是他明知白一梅是他未婚妻，但两人还是忍不住的结为了夫妻，气得古平原二话不说就喝下了对方的敬酒。虽然现在整个屋子里全部都是大红色，但在古平原的眼里却显然自己是格外的绿。看着两人你侬我侬的样子，古平原的内心也确实不好受，于是他立刻说明了自己的来意，表示白一梅的父亲现在命不久矣，希望他能跟自己回去见老师最后一面。果然此话一出，吓得白一梅立刻就站了起来。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是忤逆之举，竟会给父亲带来这么沉重的打击。可现在他们都是叛军的身份，白一梅深知自己已经没有了回去的机会。不料这时李成却帮他做出了决定。好，我和一梅一起回去，我去给老人家磕个头，让他走得安心。这万万不行，你不能冒这个险，你是王爷。什么狗屁王爷？我现在是你的夫婿。再说了，我信得过古兄。就这样几人便连夜出发，很快古平原就将他们带到了老师的面前。先生看到女儿回来先是一喜，但李成的跪拜之礼却直接弄懵了他。直到古平原说出了李成跟一梅现在的身份，白先生这才终于知道了实情。愿父亲大人原谅女儿不孝之罪，我是真心实意想跟他在一起的。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告诉过我，何须我来原谅？虽然女儿的做法确实让他不好受，可现在事已至此，白先生也只好再任由他任性一次。只是这样的结局苦了古平原，他本来可以成为科尔沁草原的驸马，可为了这一纸婚约，他抛下了对他爱慕不已的常玉儿，千里迢迢回家准备迎娶白一梅，却没想到白一梅竟跟别人成了婚。而更让他接受不了的是，对方居然还恳求他以后帮助照顾自己的父亲，毕竟他们身为叛军，一日不光复就一日不得回到这城里来尽孝。请收下我们夫妇这一拜。礼成之后，二人便准备立马启程离开。看着白一梅祈求的眼神里也充满了对他的愧疚，古平原也只好答应了对方的请求，让他们安心的离开。